当人类仰望星空，幻想与另一个文明相遇时，我们往往会设想他们拥有高超的科技、奇特的外貌，甚至是先进的思想。但我们很少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终于面对面时，双方之间能交流吗？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它也是思维的镜子，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当外星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们的语言可能既不是声音，也不是文字，甚至不具备我们理解中的语法与意义。这时我们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翻译的难题了，而是对语言本身定义的挑战。本视频将带你展开一次思维实验，我们能否构想出真正的外星语言呢？它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又如何准备好迎接一次真正跨越物种、认知与宇宙边界的对话？试着想象，当我们第一次与外星生命接触时，该如何沟通？这一想象不仅有助于为首次接触做准备，还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语言的本质。2016年的电影《降临》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拥有7条肢体的外星生物降临地球，他们被称为7只族。这些友善的外星人邀请人类登上他们的飞船，试图展开交流，但负责翻译的团队却一头雾水。他们的语言是一种神秘的像烟雾般的圆形符号，完全无法与地球上任何语言对接。这门语言在视觉上看是陌生，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外星啊。如果撇开电影中学习语言就能改变思维方式的设定，7只族的语言仍然保留了许多地球语言的特征，它有名词、动词，也有可翻译的句子结构。事实上，剧情中的一个关键转折，正是因为将他们语言中工具的词误译为了武器。这种情况在其他虚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比如《星际迷航》的克林贡语，如今已有不少地球粉丝能流利使用。克林贡语之所以显得外星，主要在于它特殊的发音与语序，但它依然拥有我们熟悉的语言结构，名词、动词、主语、宾语等。权力的游戏中的多斯拉克语，阿凡达中的纳美语，魔戒中的昆雅语也遵循着类似的规则。可以说，即使在构造虚构的语言时，我们的想象仍被地球语言的框架所限制。无论是为了影视作品还是语言实验而创造的构造语言，其设计方式基本都遵循语言学的原理。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始终是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规律，从音节、符号、语法结构到背后的意义表达。即使某些构造语言打破了常规，刻意规避了某些语言习惯，它们仍是从人类的认知与交流方式出发的。我们很少能真正跳出地球语言的藩篱，去构想一种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当然，语言的可能性远不止如此。假如我们真的遇见来自遥远星系的智慧生命，他们的思维结构、感知方式、表达工具有很大概率与我们天差地别。假设他们不通过声音或文字沟通，而是用颜色变换、气味信号，甚至是量子状态的变化来表达含义呢？我们仍执着于以人类式的语言为参照，那无疑是一种狭隘的视角。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真正理解外星生命的语言，而不仅仅是相互传递一些字数，我们就必须拓宽思维，做好准备。真正的挑战是去想象语言从根本上可能有多么不同。要迈出这一步，我们首先得重新审视语言的基本构成。一般认为，语言包含4个核心层级：符号是声音或视觉符号，结构就是语法，语义就是意义和语用就是使用方式。这些是人类语言的基石，但外星语言未必会沿用这一套体系。理解这些概念并思考它们可能的变体，是我们通往外星语言宇宙的第一扇门。这4大要素不只是人类语言的基础，也可能是我们破译宇宙其他智慧生命沟通方式的关键。语言的第一层是符号，也就是我们用来表达、感知和交流的各种记号，比如声音、文字、图像，甚至是动作都可以成为符号。例如，本视频的画面是视觉符号，下方的字幕就是文字符号，人类说话所发出的声音是听觉符号，而表情符号、交通标志乃至中文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都是人类文明中广泛使用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不同的生命形式可能会根据其身体结构发展出我们难以想象的符号体系。
某些动物用气味或肢体动作进行交流，而假如某种智慧生命生活在没有声音的环境中，它们或许更依赖触觉、光线变化，甚至磁场来传递信息。甚至连机器也有自己的语言。某些人工智能被设想使用一种名为 Gibberish 交流的方式，以高频噪音作为信号源进行互动。语言不仅是符号的集合，还必须有结构。这一层涉及单词的内部结构、语法规则和句子的排列方式。一个词属于什么词类，一个句子是疑问句、命令句还是陈述句，这些都由结构决定。例如，孔雀吃昆虫，这句话中孔雀和昆虫是名词，吃是动词。你能很快地判断它是一句陈述句。如果你把顺序改为吃昆虫孔雀，即使每个词本身没有错，但整个句子却显得荒谬。语言的结构规则还有很多精细的层面，比如英语中复数要加 s 作为后缀，而不是前缀。再比如，不同语言的语序也可能大不相同。英语和汉语常用主谓宾 SVO， 而古典梵语则更常见主语、宾语、谓语 SOV 的结构。如果一种外星语言根本不依赖固定的词序，而是通过颜色变化、音调曲线甚至思维结构来表示语法关系，我们是否也能识别出语法呢？结构只是表皮，语言的真正目的是传达意义，这一层就是语义。语言最奇妙的地方在于，一个词不只是一个声音、几个字母或几个笔画的组合，它代表着某种存在或概念。比如猛犸象不仅是27个笔画拼起来的词，它唤起的是一种早已灭绝、长着象牙的巨大生物形象。而当我们说猛犸象已经灭绝时，我们不仅在传达事实，还表达了对过去生物的认知。语义不仅存在于词语中，更存在于句子的组合中。不同文化甚至可能赋予同样的句子不同的意义。如果外星人有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他们如何理解灭绝、存在，甚至是我这样的概念呢？这些问题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语言与意识之间是否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联系。语言的第四层是语用，它关注的是说话的人如何使用语言，在特定情景下传达超越字面含义的信息。比如，当有人说我饿了能吃下一匹马，他并不是在谈论马，而是在强调自己非常饿。在电影台词中，我们得给华盛顿打个电话，这意味着联系美国政府，而不是给一座城市打电话。语用让语言变得有温度、有智慧。人们可以用含蓄的方式拒绝邀约，比如谢谢，我的伴侣已经在这里了。这种说法比直接说我不想跳舞更体面，也更容易被接受。当然，语言的这些言外之意，比如隐喻、委婉语和借代，在跨文化交流中就容易产生误解。而当两个文明沟通时，最大的障碍或许不在于词汇，而是在于双方无法理解对方的语用习惯，对方是否也讲究礼貌，是否也使用暗示，这将决定能否真正读懂对方。那我们能否预先构造一种真正的外星语言呢？一种方式是从我们已知的语言出发，逐步对其进行改造。在符号、结构、语义或语用四大层面上，每一个都可以成为重新设计语言的起点。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方式是从符号层开始动手。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语言，其发音系统使用的是地球上任何现有语言都未采用过的音位，甚至完全抛弃声音，转而使用视觉符号、触觉模式或其他感官形式作为交流媒介。文字系统同样可以彻底创新，不妨设计一套看起来像漂浮的几何图形，或者变换颜色的流动图案，甚至像电影人工智能中设想的那样，机器人通过触碰和传递电信号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只要形式能够传递意义，它就可以成为一种语言的符号基础。即使我们仅在符号层动手术，其结果也可能令人惊讶的陌生。哪怕结构、语义、语用层面仍沿用人类语言的逻辑，这种语言看上去仍会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挑战想象力，可以尝试从结构层入手。人类语言在语法上看似千差万别，实则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大多数语言使用主谓宾 SVO 或主宾谓语 SOV 这样的句子结构，使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常见的词类，以及通过前置词或后缀表达关系。但我们完全可以打破这些规则。例如，某些语言将修饰成分附加在词尾而非词前，如瑞典语中的意思是研究理事会，词尾 it 起到类似英语定冠词 they 的作用。
而极少数语言甚至可以以动词作为句子开头，颠覆了我们对谁在做什么的表达习惯。通过系统的从不同语言中抽取语法规则，再进行组合，我们可以创造出一种充满异域感的外星语言。构造语言者常常采用这种语言拼贴法，把各地语言的其余要素混搭起来，制造出听上去怪异却自洽的全新系统。然而，我们的想象还可以更大胆。为什么要沿用人类语言的结构逻辑呢？外星语言完全可能不区分名词与动词，甚至没有我们熟悉的语法范畴。例如，英语中也会有动词名词化的现象。性别错误归类是个敏感话题中，misgendering 其实源自于动词 misgender， 却被当作名词使用。如果一个语言中所有词汇都可以随意转换其他语法角色，那会是怎样一种自由却复杂的交流方式呢？在现实中，某些人类语言也接近这种状态。北美西部的塞列斯语组就认为不区分名词和动词。安第斯山脉的克丘亚语也被认为不明确区分名词和形容词。虽然这种观点在语言学界仍有争议，但它们足以提醒我们不要把人类的语言规则当作宇宙的标准答案。要想构造一门真正意志的外星语言，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一种语言的所有词汇都属于同一类型，没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区分，那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哲学家们早已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思考。比如在1921年的名著《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种逻辑完美的语言构想。这种语言的基本单位是用来指称个体、物体或地点的名字，例如杰克逊、大斗兽场或波哥大。当这些名字按照特定方式排列起来，能恰当地描绘世界，它们所组成的句子就被视为真实的陈述。这一设想颠覆了我们习惯的语言结构，没有动词，没有形容词，只有名字。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世界本身并不仅仅是物体的集合，它还包含了物体之间的关系、属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复杂模式。比如，埃菲尔铁塔高耸入云，苏格拉底教导柏拉图，特朗普被拍到坐在泽连斯基与万事之间，这些都不是名字的简单堆叠所能完整表达的。于是问题出现了，这种逻辑语言如何表达这些关系与动态呢？维特根斯坦提出，世界是一种逻辑空间，由物体以不同方式组合构成，而语言应以结构映射这种组合。或许通过名字之间的距离或空间排列，就可以表现出关系，类似地图的方式。试想，一种语言不像英语或汉语，而更像是一张地图，地图上没有明显的单词、句子，但你能从中读出信息。教堂位于公园中间，道路穿过树林，湖泊在山脚。这种表达方式无需明确的语法结构，但信息却异常丰富。如果一种外星语言就是以地图式的方式传达信息呢？或许它的单词是图标，语法是空间排列，而语义依赖于图像之间的关系。这种语言中的词汇将完全超越我们熟悉的语法范畴，成为人类语言体系中前所未有的新类型。这也意味着外星语言的表达方式可能不仅在表面上看起来外星，它在本质上也可能与我们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即便如此只要语言中某些元素能与我们认知的世界建立联系，比如某种图像或符号代表公园，另一个代表教堂，并通过排列显示教堂在公园内，我们仍然有可能进行翻译。比如维特根斯坦式的句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如果中间的空隙被设置用来表示是什么的老师，那它的含义就可以翻译为柏拉图是亚里士多的学生，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换句话说，即便语言的符号和结构完全不同，只要它们在语义上传达了我们能理解的事物和关系，就仍然可能进行有效的翻译。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某种语言在语义层面就和我们截然不同，会怎样呢？语言之所以能翻译，是因为它们之间有意义的共通性，但这种共通性并非总是存在的。即使在人类语言之间也常出现不可翻译的词汇。例如德语中有一个词叫描述的是对遥远地方的渴望与优越感。英语虽然可以勉强译为 wanderlust， 但二者在情感色彩与使用场景上并不完全相同。而 serendipity 这个英语词指的是意外获得美好事物的幸运经历，而在印地语中也很难找到精准的对应表达。
既然人类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翻译的盲区，面对一种来自截然不同认知体系的外星语言时，我们又如何确保能够理解它们的真实含义呢？如你所见，我们正站在一个极富挑战的十字路口。语言的极限是人类认知的边界。要想真正理解外星语言，不仅需要新的表达系统，更需要新的思维模式，甚至是一种全新的理解能力。设想某种外星语言，它的词汇可能指向我们从未体验过的情感、认知状态，或是某些地球文明尚未察觉的现象与天体。这些词汇当然无法直接翻译成地球语言中的单个词，但这类问题并非完全无解。我们可以通过描述性翻译来应对，哪怕一个词没有对等表达，我们也可以用一整段话来说明它的意思。例如，如果某个外星词语表达的是太阳从行星西面消失时，全体共同低声颤唱，表示敬意的瞬间心绪，我们可以用类似描述性的短语来传达大致的含义。随着理解的深入，我们甚至可以为这种情绪创造一个新的词，逐渐纳入我们的语言系统中。语言的可塑性正是它最动人的一面。我们可以随着认知的扩展，建构新的词汇，填补理解的空白。但语言中的挑战远不止于此。有些外星语言的表达可能不只是难以翻译，而是根本无法被翻译，并非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是在说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他们在说的什么类型。我们人类习惯以某种方式构建世界，有物体，有动作，有属性，有过程，有名字、动作词和描述句。语言的结构正是对这种世界观的反应。但假如一种进化路径完全不同的外星文明并不把世界看作是由对象和行为构成的呢？或许他们的语言是基于我们从未设想过的认知范畴，可能以能量振动的模式，多为几何套嵌或感觉分布图谱为单位。其词汇并不表示人、事物或状态，而是映射某种我们尚未具备的感知维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能观察他们的语言，也很难知道其每个表达片段究竟在命名、判断还是在询问。正如哲学家埃克隆德在其2024年出版的《外星结构》中所提出的观点，这类语言的不可翻译性并不是单纯源自生理或感知机制的差异，而是源自于我们认知体系本身的局限。我们或许连对方语言的意义维度都无法识别，但希望也并未彻底消失啊。即使我们无法理解语言的全部结构，其某些功能性的表达仍然可能提供突破口，描述现实、判断真假、发出命令。这些行为是任何具有智能、社会结构的生命体都有可能需要的基本表达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外星语言中承担这些功能的部分，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对应的关系。比如，某个表达常常在提出意见后被使用，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它具有起始的语气。某组符号后接着一个判断性的行为反应，可能就表示这是真的或这是假的。这就像我们破译密码，即使不知道每一个字符的含义，我们仍然可能推测出整个句子的功能。这些功能性的表达就可以成为我们跨越物种和文明之间理解鸿沟的锚点。即使我们面对的外星语言完全陌生，我们依然可以试图在现有语言中寻找与其最接近的对等概念。这一努力可以类比于托马斯·库恩对质量概念的分析。他指出牛顿体系中的质量是恒不变的，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质量是可以转化为能量的，两者在定义和意义上并不等价。我们依然能理解并比较这两种体系，这说明即便是两个概念体系彼此不可通约，理解仍然是可能的。这也为我们与外星语言的潜在交流提供了希望，哪怕他们的表达方式与我们迥异。只要这些差异不是彻底断裂性的，我们仍然可能通过比对、扩展或转换找到理解的入口。在原则上，不同语言层级之间的差异并不总是彼此绑定的。比如，克林贡语在符号和结构上看起来很外星，但它的语义和语用上与人类语言非常接近。然而，真正来自外星的语言很可能在多个层面都展现出差异。语言的每一层，从符号结构到语义与语用，都是建立在说话者对世界的感知与理解之上的。如果某种智慧生物构建世界的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必然在多个层次上体现出非人类性。假设一种语言在前三层，就是符号、结构、语义，都与英语极其相似，只是在语用层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反而不太可能。不过，假如真的存在这种偏义语用的语言，
那它将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交叉景象。例如，这类生物可能在高兴时说我能吃下一匹马，而当它们快速奔跑成锯齿状时，人们会说它只是一只鸡，其含义我们无法从字面理解。这些语用现象与我们在语言中使用委婉语、暗示或比喻的方式看似类似，但其社会约定和情景编码方式却可能完全不同。而更复杂的情况是，语用与语义差异叠加。一种外星语言也许对交流、规范、隐喻等核心语言功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于是他们的表达既不遵循我们的意义体系，也不遵循我们对交流目的的基本认知。在《星际迷航：下一代》中有一集，达默克提出了这样一种语言构想：泰马林人通过神话隐喻来沟通，他们的语言表达中充满了历史人物和神话事件，比如达默克海边，实际意味着孤独探险的寓意，而非讲述某个人真的站在海边。皮卡的船长一开始被这些神秘短语弄得一头雾水，翻译器只能提供词面内容，却无法解读他们背后的文化联想。这揭示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一种语言依赖的是共享文化知识和故事线索，那么不了解这些背景的人根本无法听懂。当然，这种语言仍然依赖于词汇的正面意义。泰马林人必须知道达默克是哪个人物，海边在哪段故事中出现，否则就无法完成引用。完全忽略字面意义，只进行纯意义交流，显然既低效又不现实。但这个例子确实提示我们，语言的某个层次，例如语法或结构，在某些外星语言中可能完全缺失的。如果一个物种具备心灵感应能力，他们的交流可能根本不依赖于第一层，就是符号。他们可以直接共享感受、意图或图像，不需要任何中介标记。而另一些生物如果拥有惊人的记忆能力，能够牢牢记住成千上万个独特表达单位，那他们也许不需要结构，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完全独立、不可再分的整体。相比之下，人类语言之所以需要结构，是因为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认知资源下创造出无限的表达可能。我们复用字词，构建语法规则，精心排列句式，就是为了在有限中制造复杂。但对某些物种来说，这种复杂性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设想一种语言，它缺乏我们所熟悉的第三层级语义，这种语言的构成要素不指向任何事物，它的词汇既不代表对象，也不传递关于世界真假的判断，它的句子不能陈述事实，更不能表达观点。使用这种语言的生物可能并不通过意义进行交流，而是依靠感知环境中的物理刺激，如气味、温度、辐射等，以此触发因果反应。彼此之间的对话更像是一系列生物反馈链，一个个体受到刺激，另一个个体产生回应，类似人体内激素系统之间的作用。这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语言行为，而更像是一种生态机制。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机器之间的通信。你现在所看到的视频是由你的设备与某个远端服务器之间的一系列因果信号传递所生成的，那么这种信号互动是否也构成了某种语言呢？如果一种交流方式缺乏语义维度，那它还能被称为语言吗？当语言不再是意义的承载体，而仅仅是刺激与反应的通道，我们是否还应坚持将其纳入语言的范畴呢？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但它们正是我们在面对可能的外星交流时必须思考的核心。外星生命不仅可能挑战我们对智能、意识或生物体的定义，他们的沟通方式也可能完全超越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一种可能是他们的语言包含我们未曾预见的额外层级，例如情感层，语言单位可以精确表达内在的情绪的性质与强度，描述痛苦的不同种类或喜悦的震颤程度。现象层用来呈现定性体验，比如苹果的红润或雨后空气的金属气息，不仅是感受，更是一种感官现象的精确编码。这些可能性远远超出了我们已有的语言架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真正理解另一种智慧生命的思维、感受和世界观，就不能仅仅期待用人类语言的逻辑去解释对方的表达。我们需要准备好面对一种语言的重新定义。也许到那时，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它更是一个物种如何看待世界的镜子。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最伟大的语言也许还未被发明。当我们设想与外星文明交流时，我们不仅是在窥探另一种智慧，更是在重新审视人类自身。我们以为语言是普遍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或许它只是我们生物进化中一条岔路上的产物。或许在广袤的宇宙中，还有数以万计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远比我们所熟悉的一切更加深邃、陌生，甚至不可思议。我们终将发现，语言的边界正是想象力的边界，而想象力是我们通往宇宙对话的唯一桥梁。